万圣节，有参加万圣派对的好友发了个朋友圈：僵尸热吻贞子，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配图是一个装扮成僵尸的男人和另一个装扮成贞子的女人相拥热吻的照片。刚开始我还打趣，这个叫中外文化交流，鬼的是人不懂。可当我点开照片查看后，我却笑不出来了。僵尸男人搂在女人的手上，戴着一枚别致的定制婚戒，而我的手上戴着另外一枚。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嘟嘟，电话那头传来的忙音漫长而反复，我心中不断回荡着疑虑，于是下意识地握紧手机，指尖因紧张而微微泛白。谢周平常如果是我的电话，不会这么久不接的。这种异常的沉默让我心中的不安愈发强烈。喂，老婆，怎么了？就在濒临放弃的最后几秒，谢周终于接通了电话。你在哪？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状似无意随口询问，同时竖起耳朵听过他内侧的环境，却意外地发现异常安静，没有一丝杂音。对面似乎对我的问题有些疑惑，随后传来了一声温和的笑声，一如往常。在公司上班啊，不是说今天加班吗？这么快就忘了？谢周的话语中带着跟平常无二的几分调侃和宠溺，但我却无法完全放下心来。紧接着，手机嗡嗡作响，他给我发送了一张办公室的照片。照片前面是他熟悉的办公桌，远处是整洁的办公环境，一切看似都很正常。怎么了，老婆？有什么事吗？谢周见我不吭声，随后关切地问道。我看着那张照片，听着电话那头跟平常无二的询问，抿了抿唇，低声说道：没事，早点回来，有点想你了。挂断电话后，我下意识地转着手上的戒指，这枚婚戒铂金为底，整体样式简洁自然，上面刻着星辰的排列，是结婚时候重金定制的。谢周曾经拍着胸脯表示，这个戒指独一无二，世界上仅此一对。然而，刚才我却在一个万圣节的僵尸 coser 手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戒指。我禁不住再次打开那张朋友圈的图片，放大缩小反复对比，确定没有认错。这一刻，我顿时整个人陷入了迷茫和困惑里。我决定亲自去验证一下。刚来到谢周的公司，前台就热情地迎着我让我上楼。整个办公室灯火通明，谢周正坐在办公室里皱着眉处理文件。他看到是我来了，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后又露出了温和的笑容。怎么还找过来了？真想我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就传来了几声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他的助理文林见我来了，也笑着跟我打招呼，声音温柔热络：关姐来了，坐，我给你泡杯咖啡。我指了指手上拎着的夜宵，笑着开口：怕你加班饿，给你带点夜宵。谢周连忙起身接过，冲我眨了眨眼。还是老婆好，她的表现和平常一模一样，让我心中的疑虑再次被压制下去。随后，文林拿着咖啡递给我，我抿了一口，是我之前尝过的口味，甚至糖的分量都分毫不差。我不由心中对这个助理佩服了起来。他的细心和周到让人完全无法挑剔。你其实是来查岗的吧，老婆？你竟然不放心我，咱们之间的信任呢？谢周吃着饭跟我半开玩笑地说。一旁的文林听着他的语气也笑了起来，冲我开口：放心吧，关姐，谢总有什么也瞒不过我的手掌心，有我帮你监督呢。他的话让我顿时觉得有点对不起谢周，不过如今来了一趟，
也彻底放下心来，就决定回去了。我当然放心你，不过是怕你们加班饿。我微笑着回应，就要起身。起身的时候，顺手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发现那条朋友发的好友圈有个红点，他半个小时前对我的评论的这个叫中外文化交流，鬼的是人不懂，进行了回复。中外文化交流结束，我皱了皱眉，看看时间，刚好是我给谢周打完电话之后。那一刻，我顿时浑身发寒。那条突如其来的回复让我瞬间魂不守舍。我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家，坐在沙发上，机械地拿出手机，手指不受控制地反复点开谢周的聊天窗口。手机屏幕在亮与熄之间交替，照出我内心的挣扎和矛盾。我想给他发送一连串的信息，甚至冲动地想要质问他是不是已经背叛了我。但是每当我准备按下发送键时，心中又会涌起一股强烈的不愿相信。我无法想象谢周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更害怕一旦将这一切捅破，我们之间的感情就会彻底破裂，再也无法挽回。毕竟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这么多年，从大学相识到步入婚姻殿堂，再到如今整整10年的时间。谢周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是我的初恋，我的丈夫，更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家人。这10年里，我们的感情一直甜蜜如初，羡煞旁人。谢周在结婚后的表现更是无可挑剔，他体贴入微，总是将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每一个结婚纪念日，还是那些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小日子，他都会精心准备礼物，变着花样的给我制造惊喜。我还记得当年结婚时，我一袭婚纱，而他在神父面前郑重宣誓，承诺会对我好一辈子，永远都不分开。我们就那样在众人的目光下接受祝福，而后交换戒指，深深亲吻。然而只是短短10年的时间，难道真的就能让我们的爱情变得面目全非吗？我想过任何男人能出轨，却从没想过这个人会是谢周。想到这里，我的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揪住，一阵阵地闷痛袭来。我这才猛然意识到，原来我已经如此深爱谢周，甚至脑海里都下意识不愿意相信他已经出轨了。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我渐渐陷入了沉睡。朦胧间，我察觉到防盗门被轻轻推开，半晌后，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谢周轻轻地将我抱起，放到了床上，他的动作依旧那么温柔，就像过去无数个我等待他回家的夜晚一样。他低声开口，语气中充满了关切：“怎么又在沙发上等我？着凉了怎么办？”我含混地应了一声，却总觉得浑身使不上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很快就又陷入了深深的睡眠中。第2天醒来，我发现自己竟然发起了高烧，嗓子疼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整个人意识也变得模糊起来。谢周起床后，凑近我的额头，轻轻吻了一下，然后温柔地说：“老婆，记得一会把药吃了，我要出差2天。”我疲惫地伸了个懒腰，试图用轻声开口试探：“不能在家陪我吗？老公，我都生病了。”然而谢周却沉吟了半晌，然后轻轻摇头，握住了我的手。这次的项目涉及上次我跟你说的那块地的开发权，很重要，不能不去。听话，老婆，我已经给你叫了医生，一会他就上门了。我看着他握住我的那只手，心中五味杂陈，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一切看似和从前一样正常，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谢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防盗门发出咔嗒的声响，谢周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家。
我靠在床上闭上眼，眼泪无声地滑落下来。3年前，我也曾发过一次烧，其实病情并不严重，仅仅是因为外出玩水时不慎着了凉。那时的谢周却毅然决然地推掉了原定的出差工作，准备全心全意地照顾我，陪伴我。真的没事吗，老公？我记得自己当时满心忧虑，生怕会因为自己的病情而影响到他繁忙的工作。然而他却只是微微一笑，如同今天这般轻轻亲吻我的额角，用低沉而温柔的声音安慰我。谁告诉你生病就一定会影响工作的？真正重要的工作都是需要提前1天出发准备的，当天出发的往往都不是那么紧急。放心吧，老婆，你就安心养病，让你一个人在家我实在放心不下。他亲自驾车将我送往医院，并整天陪伴在我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忙前忙后，不曾有片刻的停歇。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幸福，觉得有他在身边真好。我是真的想过跟谢周过一辈子的。然而如今，他却完全换了一种态度对待我，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深情的话语。当天出发的都是可有可无的。我仔细回味着这句话，反复在口中咀嚼。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情，那么就是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而这件事情显然与我无关。医生上门为我检查身体，并给我打了点滴。我靠在沙发上，心不在焉地向医生道谢。医生略微颔首，说了句都是应该做的，一抬头无意间瞥见了沙发背景墙上悬挂的那张巨大的婚纱照，表情突然变得讳莫如深。他轻声询问我：关小姐，你跟谢先生结婚很多年了吧？闻言，我心中涌起一丝疑惑，但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回答道：已经10年了。医生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难以说出口的话想要对我说。我下意识出声：赵医生，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关小姐，我不知道应不应当说，但是我前些日子在隔壁楼也见到了谢先生。他是什么？我皱眉询问。医生犹豫了半晌，最终一咬牙，狠心说道：是叫我给另外一名女士治疗。我闻言顿时惊讶出声。医生随后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备注是门牌号加上病人姓名文林。我也拿出手机进行对比，发现确实是同一个人。然而在医生的手机中，我却能看到文林那些我平常无法看到的朋友圈动态。第一条动态是他在三亚的落地照，阳光、沙滩，美不胜收。而在最后一张图片中，我竟然看到了谢周今天出门时所穿的西装的一角。我当然认识那个颜色，因为那是我亲自为谢周挑选并购买的，在我们上个结婚纪念日。原来如此，我心中一阵闷痛，苦涩的喃喃自语。医生见状，面色也变得不太自然起来，仿佛吃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瓜，连忙开口：这个，关小姐，我1个小时之后再来给你换药。医生不待我应声，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去。我拿起手机，犹豫了半天，最终拨打了一个律师朋友的电话。喂，你好，王律师，我想咨询一下离婚相关的事宜。打完那个电话，确认了谢周已经彻底变心之后，我的心里反而意外地轻松了起来，一瞬间就卸下了千斤重担。再次点开与他的聊天窗口，我发现自己竟然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想说，更没有了与他沟通的欲望。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一瞬间
脑袋里只想尽快结束这段已经名存实亡的关系。在浏览赵医生的朋友圈时，我无意间发现了许多被文林特意屏蔽我的动态。那些照片和视频里都是谢周与他共度的甜蜜时光。虽然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律师那边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当真正看到那些画面时，我的心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一阵刺痛。原来他们早已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走到了一起，甚至已经保持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很久了。他们一同前往北欧追逐极光，在摇曳的烛光中共进晚餐，在本市最豪华的酒店顶层欣赏夜景，甚至在海边留下了深情的吻。而这些，谢周从来没有带我做过。我颤抖着手指，将这些证据一一保存下来，他们将在未来的离婚诉讼中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也不得不感叹谢周隐藏真相的毅力。从文林的朋友圈来看，他们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至少已经持续了很久，甚至可以追溯到文林作为实习生刚刚入职的时候。我就这样从天亮做到了天黑，一整天都没有说话，心中对谢周的感情也已经彻底放下。2天后，谢周带着一脸温柔的笑容回到了家，手里还提着给我买的礼物。老婆，我给你带了当地的特产，你的病好些了吗？怎么这2天给你发消息都没回复，让我担心了好一阵子。他关切地问道，语气一如往常。放那里吧，我已经好了。我冷漠地回应道。此刻的我连装都懒得再装。谢周皱了皱眉，但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刚把特产放下没多久，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尽管他已经将手机的声音调到了最低，但我看着他脸上那抹宠溺的笑，就知道他又要去找文林了。果然，他接起电话后说道：“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到。”看着他匆匆要离开的背影，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开口叫住了他：“谢周。”他回头疑惑地望向我，随后露出一个了然的笑容。怎么了，关柔小姐？直呼我大名，有何吩咐？我勉强扯了扯嘴角，语气里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苦涩，轻声说道：“陪我一起吃个饭吧，可以吗？”闻言，他愣了愣，脸上闪过一丝无奈：“不行啊，老婆，公司那边有个项目需要我去看一下，要不下次吧？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下次老公一定带你去吃大餐，听话。”听着他冠冕堂皇的话，我心中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闷痛。事到如今，我也不再打算虚与委蛇，直截了当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签字吧，谢周。”谢周正要出门，疑惑地接过我递来的文件，待看清上面的字后，霎时震惊地抬头望向我：“什么意思？老婆，你要跟我离婚？”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可置信和震惊。我看着他此刻还能摆出一副可怜兮兮又难过的模样，真是觉得他的演技已经高超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他倒是先迅速地掏出了手机：“老婆，虽然不知道我最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但我现在先把工作推了，然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好吗？”谢周的语气里顿时充满了恳求。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些动态，以我对他10年的了解，都会觉得他是想要挽回这段婚姻，但是现在只觉得虚伪。我冷冷地看着他在手机上熟练的操作，心中的嘲讽更甚。半晌，谢周关了手机，深吸了一口气：“咱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闻言，我又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件袋，递给了他。他疑惑地接过，打开一看，霎时面色苍白。
文件袋里装的全是他出轨的证据，一桩桩，一件件，清晰明了地昭示着他对感情的不忠和背叛。谢周颤抖着手指翻看着这些证据，脸色越来越难看，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老婆，事到如今，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了。可是那上面真的不是我拿过他的手，与万圣节照片上那只戴着婚戒的僵尸手进行了对比。”谢周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看照片上的婚戒，终于无言以对，沉默了下来。“快签字吧，别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毕竟你不是还要去陪文林吗？”我语气里充满了不耐烦。谢周这时才猛地回过神来，眼眶瞬间红了。他一把扯住我的手，慌不择路地开口恳求道：“关柔，我不想跟你离婚，求求你了，我爱的人还是你，我根本就离不开你，我一定会改的，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没好气抽出手来，他却一把攥紧了，不肯放开。换句话说，如果我不爱你，那我早就把你踢开了，还至于跟你一起生活10年吗？关柔，你得允许我犯错呀。谢周的语气里充满了辩解和无奈，但他说的话简直让人觉得荒谬至极。我听着这些逆天言论，突然觉得心累无比，发现自己已经看不清这个人了。谢周，你也不用跟我说这些，如果你不签字，那我就会起诉你。你以为我手头上只有目前这些证据吗？太天真了，起诉你必败无疑，到时候公司声誉也会受影响。你也是个商人，得不偿失的道理你不会不懂。现在让你自己签，是我还念在咱们夫妻的旧情上，给你一点最后的体面。我补充道，眼神里充满了冷漠和疏离。谢周看着那份离婚协议，犹豫了很久，终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闭了闭眼，要说不难过是假的，我甚至现在还有种恍惚和不真实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不过他能这么干脆的签字，没有死缠烂打的纠缠我，倒是让我很意外。现在脚下的这所房子属于我了，记得1个月之后去领离婚证，从今天开始算。我低声提醒，刚要关门，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下了动作。赔偿记得都打过来，你的东西我晚一点会都堆在门口，你记得找个时间来拿。谢周没想到我这么绝情，只能沉闷地点了点头，最后转身离去。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想起文林那天热络的面庞和虚伪的笑，只觉得一阵恶心涌上心头。我也不会放过，直觉告诉我，他找上谢周一定是有原因的。于是我果断地请了一个私家侦探去调查他。果然，私家侦探真的调查出来了一些东西。文林外表清纯无害，总是以一副干练女白领的形象示人，其实私下里他玩得相当花。我请的侦探深入挖掘出了文林过去的种种劣迹。原来他在来我们这个地方之前，就曾傍过2个富有的金主，但由于他得意忘形，行事过于张扬，最终都被金主的原配发现，不仅断了他的财路，还让他上了当地的黑名单，名声扫地。然而文林并未就此收敛，而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包装和改造，来到了我们这，并迅速将目标锁定在了谢周的身上。谢周是一位结婚多年、事业有成的老总，正是文林所喜欢的类型。于是他快速通过工作上的便捷，在生活上体贴入微，逐渐接近谢周。他的每一个目标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无一不是像谢周这样既有经济实力又成熟稳重的男士，且都结婚多年。然而要想维持自己精英白领的形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文林为了维持自己表面光鲜亮丽的物质需求，同时还在外面另找了一个金主。我通过侦探的帮助，顺利拿到了那个金主老婆的手机号。而除了这些之外，更让我震惊的是文林的就医记录。她不仅有着2次堕胎的记录，而且在1周前还进行了孕检，并预约了流产手术。只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她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去做这个手术。我猜测，她可能是想等 DNA 检测结果出来，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之后，再决定是否留下这个孩子。毕竟，对于文林来说，能够稳定捞到的钱实在是太有限了，而有一个孩子，或许能够成为他未来稳定的收入来源。我仔细整理了所有关于文林的基础资料，并且不忘收集他的各种黑料，将他们单独打包保存起来。很快就到了离婚的日子，我提前给那位金主的老婆发了消息，告诉她关于文林的事情。金主的老婆在收到消息后非常震惊，毕竟在她看来，她的丈夫平时对她简直是掏心掏肺的好，甚至这段时间对她更好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会是这种人。然而，当我甩出的证据一一对应上时，她终究还是不得不相信了这个事实。我在民政局门口等着谢周的出现，不一会儿，谢周果然带着文林来到了这里。看到我之后，谢周的脸上先是快速闪过一丝愧疚的神色，但他挽着文林的手却始终没有放松。文林也穿得十分考究，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领证结婚的，而不是我和谢周来办理离婚的。我心中不由得冷笑一声。我们一言不发地办完了离婚手续，出来后，谢周似乎还想对我说些什么。关柔，我伸手示意他闭嘴，然后冷漠地开口说道：“不用了，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这时，文林也不再伪装自己了，她画着精致美丽的妆容，亲热地挽着谢周的胳膊，直接开口对我说道：“不好意思了，关姐，我始终认为你们2个也不是很相配。谢周现在更需要的是个知冷暖的女伴，而不是你这个人老色衰的糟糠之妻。”我听着他的话，只是笑而不语，然后看着远处一辆缓缓驶来的卡宴，轻声开口：“是吗，文林？你还是先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吧。”“什么？”文林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就在这时，卡宴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车上顿时冲下来一个中年胖女人。她看见文林之后，毫不犹豫地一巴掌把她扇到了地上。“贱人，你还有脸出来！”中年女人猛地俯下身子，一把狠抓住文林的头发，将他整个人用力往后拽，疼得文林尖叫出声：“你干什么？你是谁？凭什么这么对我？”文林挣扎着，试图挣脱中年女人的束缚。“我是谁？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贱人，你有本事当小三，没本事认识我吗？”中年女人怒目圆睁，显然气急。文林奋力抬头，试图看清中年女人的面容。中年女人一把摘下墨镜，露出了一张保养得宜却满是怒气的脸庞。待文林看清她的面庞后，霎时就慌了神，面色陡然苍白起来，眼中的惊恐和不安难以掩饰。我看出她已经认出来了，但下一瞬，她还是满脸可怜地望向谢周，声音带着哭腔：“谢周，救我！我不认识他，救我呀，谢周！”谢周这时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当即就要冲过来解救文林。中年女人听了更生气，她侧头对着谢周就骂：“你给我滚！”这时，旁边也涌现了几个身着西装、身材魁梧的保镖，显然是中年女人带过来的。他们迅速将文林团团围住，
气势汹汹。你们是谁？大庭广众之下，竟然这么打人！给我放开文林！谢周怒吼着。这时倒是颇有些男人气概，顿时就冲了过来，试图冲破保镖的阻拦。只不过刚冲上去，便被身高将近2米的保镖一把推倒。我看着他一屁股坐在地上，狼狈不堪，不由感觉他这2年真是疏于锻炼，连保镖的一推都承受不住。谢周从地上爬起来，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当即怒吼出声：“我要报警！”那女人一听他的话，顿时嗤笑出声。他走到文林面前，又狠狠地扇了他2个巴掌，然后才把他像扔垃圾一样扔给保镖，随后轻蔑地开口：“报警？怎么现在还有人包庇小三了？你是脑子不好使还是怎么着？我做生意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吃奶呢？”女人几句话就把谢周呛得无话可说。文林仍然在向着谢周求救：“谢周，救我呀，救救我！”他的声音中带着绝望和哀求，但中年女人却不为所动。“你也给老娘闭嘴！当小三当到老娘头上了，你好大的胆子！”女人怒吼着，让保镖又给了文林几个巴掌。文林被打得眼冒金星，嘴角都流出了鲜血，终于说不出话来了。而这时，谢周也听明白了女人骂的什么，他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什么小三？你是在说文林是小三？”中年女人根本懒得搭理他的蠢样子，她继续打着文林，仿佛要将所有的愤怒和不甘都发泄在他身上。文林被扇得满脸通红，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他不住地哭出声：“求求你，别打了，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别打了。”还是我凑到谢周身边，看着他焦急万分的样子，便想笑，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林的黑料，直接甩给了他。谢周接过资料打开，越看脸色越白，眼中充满了震惊。这时，中年女人也结束了殴打，她喘着粗气插了会腰，而趁着她喘气的间隙，文林猛然挣脱了保镖的桎梏，一下子跑到谢周身边，抱着他就哭：“谢周，你别相信他，他是骗你的。”谢周回过神来，一把推开文林，在文林惊愕的目光下质问出声：“贱人，这些资料是不是真的？”“不是的，不是，我没有。”文林无助地坐在地上，双手紧紧绞着衣角，眼神中满是惊慌与委屈。他望着谢周那张因愤怒和失望而扭曲的脸，怯懦地想要解释，声音却细若蚊蚋。这时，旁边的女人终于缓过气来，她瞥见谢周那副模样，不禁嗤笑出声，带着几分轻蔑与得意：“你小子还真以为他是什么冰清玉洁的大家闺秀呢？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三的。而且我也不怕告诉你，他文林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名声早就臭大街了，实在是没办法，才找了你这么个层次的接盘侠。”随着女人的话音落下，谢周的脸色愈发苍白，他仿佛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整个人都愣住了。女人则毫不在意地瞥了瞥自己的美甲，看有没有因为刚才的动作毁坏。不过嘛，以他那短浅的目光来看，你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是个有了几个臭钱就到处拈花惹草找小三的窝囊废。女人继续嘲讽道，言语间满是刻薄与不屑：“你们还真是绝配，见人配狗，天长地久。”谢周被这番话刺得无地自容，他狠狠地甩开了文林，想要拉住他的手，怒吼道：“别碰我，滚！”我站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不禁叹了口气，忍不住开口：“谢周，你还真是双标啊！自己干着出轨的勾当，却受不了文林也是这样的人。
看着就像脑子不好使的样子。不过真没想到脑子这么不好。女人听后附和几句，随后转过头来对我客气的一笑：“关小姐，真是感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让我能出了这口恶气。”我微笑着回应她，与她握了握手：“都是应该做的，理解，咱们都是受害者，我也应该把这些消息告诉你。”客套一番后，女人便转身离去，准备去找那个出轨的老公算账。而文林这时却反应了过来，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关柔，原来今天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你而起，你这个贱人！说着，他便猛地冲了上来，想要打我。我刚要躲闪，文林却被谢周一把推倒在地。他怒视着他，满脸厌恶：“滚！你别碰他！”谢周看着文林的眼神中充满嫌弃，表现得极为反感。这时他才转过头来，支支吾吾地向我开口：“对不起，关柔，之前是我错了，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我闻言，直接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没事，你打吧，关柔，只要这样能让你消气，你怎么打我都可以。”谢周挨了一巴掌，仍然笑脸相迎，随后恶狠狠看了一眼地上的文林：“关柔，只要你能回去，我就跟文林断绝关系。”谢周，你在说什么呀？文林顿时瞪大眼睛，没想到谢周这么绝情。谢周也是当机立断，跟他开口：“你以后不用来公司，也不用联系了。”文林愣怔半晌，随后表现得难以接受，试图打感情牌：“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你的呀，谢周，你不能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谢周冷笑出声：“你这种女人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文林见挽回不了，嘴唇颤抖半晌，心一横，就咬牙开口：“可是我已经怀孕了，你不能置我和孩子于不顾。”“什么？”谢周闻言，面色不太好看，显然又开始迟疑起来。文林趁热打铁，连忙从包里拿出孕检单，往前一递。谢周结果惊愕，睁大眼睛。我顿时笑了，把侦探调查的 DNA 检测也拿了出来，递给谢周时，不由阴阳怪气。他说是你的，你就信？谢周，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蠢了？文林顿时发火，气得尖叫出声：“关柔，你到底是何居心？既然离婚了，为什么还不成全我们两个？”我没说话，只是耸了耸肩。关柔，你竟然查得这么细这么多，是不是还在乎我？谢周此时的重点竟然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以为我心里还有他。那你还真是想多了。我冷笑出声，转身离去。关柔，谢周，你上哪去？谢周想过来追我，却被文林拉住，两人在我身后顿时吵了起来。我没有回头，只觉得无聊又没有意义，但我却没想到，在听到谢周是他蒸蒸日上的公司破产的消息，原来是文林在确认没有希望之后，利用还没有被公司正式开除的间隙，直接贩卖了公司机密。而他准备跑路的那天，就被公司网络部门抓住，但文件还是泄露了。随着公司机密的泄露，谢周的丑事也被曝光，公司霎时股票大跌，资金链也熔断。谢周大概是用了很多办法，最终也没能阻止公司倒闭。而公司彻底宣布倒闭后，谢周也晚起了消失。在我又应付完一个八卦的好友之后，谢周出现在我的门前。我看着他面前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样子，下意识眼神嫌恶。他沙哑着嗓子开口：“关柔，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我的报应吗？关我什么事？”我冷漠应声，就要关门。他顿时伸手撑住门边，慌不择路出声：“我们真的不能回到从前了吗？”“不能，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我奋力想要关门。谢周慌张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那咱们好歹也有10年的感情在吧？关柔，求求你帮我一把，借我点钱，求求你了。对此，我通通拒绝。你真就这么绝情？跟你这种人，没必要有感情。我冷漠应声。这时，刚才开门前叫来的保安也及时出现，把这位曾经的业主赶了出去。谢周失魂落魄地离去。在听到他的消息是他自杀了，他从曾经的公司楼上跳下，遗书中都是忏悔。我手指轻滑，接着看下一个视频。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